收看 OneMedia Pink 频道，我是 Pink。近几年的中高端相机不少都搭载了可以兼容 CF Express Type B 的卡槽。这种存储卡它可以拍摄 8K RAW、高速连拍等各种的拍摄，轻松松上到512G 的容量，也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一个存储容量。现在不怕卡拍满，就怕电池不够用。以及在电脑上备份素材的时候非常的快，就是几乎没有什么感知的就传输完毕。CF Express Type B 卡也是非常不错的优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当然是我的问题，那就是这个价格它对我来说并不合理，所以我作为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我决定自己制作 CF Express Type B 存储卡。首先，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CF Express Type B 卡到底是什么。CF Express Type B 卡是由 CFA 协会，也就是 Common Flash 协会所制定发布的一种存储卡规范。它可以使用在搭载兼容 CF Express Type B 卡槽的设备上。官方的描述是为专业成像和视频市场提供更高的效率、优化的功率和性能。实际上，包括相机在内的很多设备都可以兼容，比如 Xbox 之类的，也有应用在工业上的特种存储卡。在相机设备上 ，CF Express Type B 卡的主要优势是在于一个极高的读写速度，可以轻易的满足相机的高码率拍摄模式的数据写入需求。我收集了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可以兼容 CF Express Type B 卡的相机型号，里面分为两类，一类是 SQD 卡槽通过固件升级兼容 CF Express Type B 卡的设备，另外一类就是原生兼容 CF Express Type B 的设备。这一类的卡槽是不能够向前兼容 SQD 卡的使用的。而关于 SQD 和 CF Express， 我会单独做一期视频讲一讲。现在只需要知道大部分的 SQD 卡槽都被升级固件，从而兼容 CF Express Type B 的使用即可。目前市面上的 CF Express Type B 卡有尼康、索尼、闪迪、雷克萨、天硕等厂家在制作并发售，他们的 CF Express Type B 卡质量相当不错，够稳也够快速，但是512G 的容量版本价格我实在是无法接受。实际上我还不如买一个二手的录机，再配置一个外接硬盘，然后进行一个外录 RAW 视频录制。但是那样的话就会让整个相机变得非常的重，这显然是不适合我这一种当兵作战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所以制作一张 CF Express Type B 卡就显得非常的有必要了。由于 CF Express Type B 卡采用的是 PCIe 接口和 NVMe 协议，而我们在 N.2 SSD 上也可以找到相同的接口和协议，比如西数 SN570 SSD。它使用的就是 PCIe-3.0/4 接口 NVMe 1.4 协议，和 CF Express Type B 使用的接口协议是一致的，而这其中只需要一个 N.2 MK 转 CF Express Type B 的转接器，理论上就可以作为 CF Express Type B 卡进行一个使用，但缺点就是合不上相机的卡槽盖子，所以这种方式肯定是不够好的。鉴于 CF Express Type B 的外形尺寸是 38.5 毫米的长度，29.6 毫米的宽度，厚度是 3.8 毫米，那么我们选用的 SSD 必须是小于 CF Express Type B 的外形尺寸，那么230规格并且厚度是小于 3.8 毫米的 N.2 SSD 就进入了选择范围之内了。以凯霞 BG4 230 512G SSD 为例，其采用的是 N.2 I230 S2 单面封装结构，它的最高高度也就是厚度是 2.23 毫米，宽度和长度那就是22毫米和30毫米，是小于 CF Express Type B 的外形尺寸。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N.2 尺寸的 SSD 实际上大部分是 OEM 供应的存储介质，也就是供给微型操作系统使用的，比如笔记本这一些，也就是说你所能够买到的 N.2 SSD 都是插机硬盘。不过这个问题它不成问题，只要是品牌类的 SSD， 其品质都是有保障的，只有写入数据量和通电时间不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值，并且是100%的健康度，那就可以接受。关于 SSD 还有一个兼容性的问题，也就是相机和 SSD 之间是存在一个兼容性的，如果不兼容的话，那么就会导致相机死机、黑屏等情况出现而无法使用。选择了适配的 SSD 之后，就剩下了一个转接方案的选择。目前大部分可以看到的转接器方案是 CNC 外壳内置转接器，
插入 SD 后进行一个封装。但是这一类方案有2个问题：第一，如果先期加工的精度不足，那么会造成误差，从而卡在设备的卡槽中而无法取出。如果精度达到了符合的标准，那么加工成本就会增加，而为了保证利润，这一类的卡套售价必然会高。第二，CNC 外壳加转接器这种方案本身就存在一个机械应力的问题。如果你购买过 CNC 的 DIY CFA Express Type B 外壳的话，你会发现当插入 SSD 的时候， SSD 极有可能是不平整的、倾斜的。那么这个时候将 CNC 壳子盖上的时候，这个倾斜的力会反映到与 SSD 金手指连接的转接器上，这是一个持续的、不会消失的机械应力。时间过久了，极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等情况，或是引发 SSD 和转接器的损坏。那么数据出现问题，自然也就不奇怪了。还有一类方案是标准的 CFA Express Type B 外壳加邦绑的一个封装卡，说白了就是把 SSD 上的主框颗粒转移到一个自带 CFA Express Type B 插口的 PCBA 板上。机械应力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个其他问题，这种普遍是小作坊在进行一个制作，各方面的工作环境要求都普遍堪忧，更别提什么标准生产时间了。还有一个是焊接工艺的问题，抛开焊接技术本身不说，芯片本身是有焊接次数的，也就是说每一次的重新焊接都在对这些芯片元器件产生一个损害，而这一个损害必然会增加的不稳定性的因素增加。在这个过程中，由于 PCBA 板是带有元器件的电路板，也就是说邦绑的过程中，除了芯片主控存储颗粒之外的元器件都不是原厂 SSD 的了，那么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如果把 SSD 上的元器件都搬过去的话，那么这个成本会非常的高。以上是市面上的大部分 DIY CFA Express Type B 卡套，或是价格便宜的封装 CFA Express Type B 成品卡，大部分都是以上方案，不过实际上售价并不便宜。那么就没有更好的转接方案选择了吗？其实是有的。我手上拿着的是 OneMainDiff 研发的兼容型 CFA Express Type B 转接卡套，是具备自研专利的产品。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采用的结构解决了机械应力的问题，以及不采用 CNC 加工工艺，从而使其成本降低，而不会降低加工精度，从而它的售价是要比 CNC 外壳是要便宜上不少的，并且它不需要对适配的 SSD 进行任何的打磨就可以进行一个直接安装，不存在兼容性的问题。先看一下专利，专利中的这句话很重要。本发明中所提出的转接器设计，都是以多电路板的堆叠及电连接为基础，来符合 CFA Express Type B 规格的外部触点的连接标准，从而极大的简化了 CFA Express Type B 标准对可设计的要求，降低了符合 CFA Express Type B 标注和各项应力规范的该型转接器的成本。这里指的符合 CFA Express Type B 标准和各项应力规范中，就包含了刚刚说的 N.22230 规格 SSD 放置于 CNC 壳体中存在的倾斜和弯曲，从而导致的机械应力。实际上在安装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安装完成后的 SSD 是平稳放置的，没有存在倾斜或是其他的弯曲情况。上盖也和 SSD 中间隔着一个上指硅脂贴，实际上是没有直接接触的，机械应力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而关于卡套的 PCBA 底座部分，由于 CFA Express Type B 是具备高速读写性能的存储介质，电路部分设计不好的话，极有可能会产生 ENC 问题，也就是电磁干扰问题。那么在转接器的线路部分， OneMainDiff 是严格按照高速插分线路设计，并且采用圆弧轴线和4层电路结构。第1层和第4层布置了高速插分线，第2层和第3层是作为电源或接地层的作用，满足了高速信号的阻抗匹配要求。因为如果不这样设计，高达10 Gbps 的信号传输是会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电磁波干扰，从而产生数据失真的现象，继而会导致各种数据不稳定的问题出现。4层电路的结构还能够起到一个增加其抗干扰能力的作用，使其传输更加的稳定。除了高速信号部分， CFA Express Type B 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高速信号传输中所带来的一个发热情况。如果使用过程中无法将 SD 产生的热量散出，那么读写性能将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并且热量过度积压于 SSD 内，还可能会导致主控不稳定的情况出现。所以在散热上 ，PCBA 底座上有着规律的散热口，并且在没有电连接的电路板大部分面积都采用了铺筒和成晶处理，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拉满这个散热效率。而在 SSD 的上下面均有配备定制的高导热硅脂贴，为的是更好的将热量传递到上壳和 PCBA 底座上。而用于装配卡套和 PCBA 底座的螺丝本身也具备导热效果，为的是平衡上盖和 PCBA 底座的热量，使其整个外壳的散热都能够相对平衡且高效的散热，尽可能的确保了 SSD 在工作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温度。毕竟只有散热给力，实际上 SSD 的性能就能够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释放。在整一个的卡套组装完成之后的拔插测试中，可以看到整一个卡是可以非常流畅的在读卡器或者相机卡槽中进行一个拔插。实际上，根据 SSD 的高度规格不同，组装完成的 CF Express Type B 卡是会比标准的 CF Express Type B 外形规范又薄上 0.05 到 0.1 毫米的厚度，这又得益于超薄的铜制外壳和一体式 PCBA 底座设计。我迄今用了大概有半年多，没有出现任何的数据丢失情况或是相机不兼容的情况出现。这条视频就是用松下 S1 搭载 OneWinDiff 的 DIY CF Express Type B 卡套，再加上凯霞的2230BG4 512G SSD 进行拍摄。在使用的时候，我还不小心的把卡刷了差不多有10多次，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外壳有些刮花。在进行高温环境下测试的时候，我是选择在夏天的大中午出去拍摄，那个时候室外大概是有34度左右。我使用松下 S1 搭配 OneWinDiff DIY CF Express Type B 卡进行测试，测试的结果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先说坏消息，坏消息是我中暑了。好消息是最高规格的 6K 录制没有任何问题的将卡给录满。当时我的电池不够用了，所以后来是用充电宝去进行一个辅助供电。而卡在电脑中传输的时候，也符合了 CF Express Type B PCIe 3.0/2的理论传输速度，也就是10Gbps， 直算那么差不多是1GB 的速度。实际上加上各种损耗和里面 SSD 的不同，实际上在600到800 MB 每秒不等。以上是关于 DIY CF Express Type B 的介绍视频。我会持续更新关于 CF Express 系列的视频，感兴趣的可以点个订阅关注。视频中的资料可以在简介中的 Q 群进行一个获取，群里还有各类大佬在解答各种技术问题，有需要的可以进行加群，并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这里是 OneWinDiff 偏哥频道，我是偏哥，我们下期再见。